下边给大家带来张雪500双 R 的一个简短的测评。咱们先从这个仪表开始吧。首先，这个仪表显示的东西还挺全面，这个油量、水温，然后总里程、小里程、匀速、油耗、用时、电压，反正该有的东西基本都有。ABS 的开的段数、TC 的段数，然后右下角是这个倾角显示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倾角显示在你动作做得过快的时候，它会有延迟。最上边小圆点是这个换挡辅助，到你设定的转速之后，它这个就会闪烁提示你来换挡。然后这个转速呢，跟油门也有延迟，这方面可以再优化优化，但延迟不严重，稍微有一丁点儿。再者就是这个仪表的帧率、刷新率还能再优化，还能再提升。说一下这个张雪500双 R 这个车的震动，它这个车的震动表现，我觉得能打个75分吧。它这个震动表现呢，主要表现在低转。因为我这段时间是高转，长时间长距离这个巡航，在高转表现的这个车的震动反而就不大，然后不震手。但是它这个反而在低转或者说在怠速时候呢，它手把震动这个偏大，然后呢是那种绵密，然后绵长的那种轻微震动，属于能接受吧，能接受。然后下边是一根余安的钛齿，原厂标配，上边写的张雪机车的 logo。从这儿多段调节，然后可以看到没有漏油。这根钛齿用下来感觉不错，它的阻尼感啥的正好。然后呢是这个三星，造型的话，感觉和其他友商各大厂各有千秋吧，看个人喜好。拉近看一下细节。张雪做这个三星，我感觉细节还可以。紧接着呢是这个离合离合手感还行，原厂状态下还行，但市区跟车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偏硬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到时候到手可以换一个省力离合。至于不理解的是这个离合这个线，它从这个上面这么走线，非常影响就是第一视角这个美观度。手把按键，它这个手把按键做成这样，上下选择，然后确定返回，稍微麻烦了点儿。我更喜欢675那种设定。开关键的话中规中矩，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。然后刹车，原厂状态下刹车够用，很线性，它不会说力道太猛，然后造成一个翘尾或者说猛点头一个情况，它也不会说太软，然后咬不住、刹不住的一个感觉，它就是正好，力道和间隙都正好。手把，然后手把的话是原厂很细就后续有的朋友可能需要改 P 或者改多米诺，因为有的人喜欢比较手把比较粗的那种握感有的人喜欢这个比较细，它原厂是比较细的一个状态。说一下它的油门调教，它油门调教我觉得是属于中上水平吧，但现在有2个问题。第一是这个油门行程过长，所以拧油的时候需要拧2把，一把是拧不到底，拧到底的话非常卡这个手腕，所以后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考虑改这个大拧油、多米诺啥的。第2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低转速状态下，比如说跟车呀啥的，在2档3000转左右吧，你稍微给点油呢，感觉又稍微车子就速度快了点。如果不给油呢，车又不走。
我觉得还能再继续优化。但它行驶状态中给油、收油，传动感很小很小很小，几乎是没有。然后是这个无钥匙启动，这个就是老赛6上边那一套玩意儿，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啥的功能啥的就不多说介绍了。这个玩意儿的话，目前行驶5068公里，没有啥问题。但是这个玩意儿看以后吧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再另外发视频再跟大家说，这就不着重介绍了。然后一根这个余安的减震，减震给我用下来的感觉呢，和其他车中规中矩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也没有什么不足。减震可以多段调节，预载回弹啥的多段调节，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个驾驶习惯。然后卡钳看上边这个标志和那个凯越800X上边应该是一样的，应该是这个泰斯特的，但有人说这个卡钳是双子星。卡钳力道呢，我觉得适中。我试过高速上边200码左右，然后捏死，制动效果还行。总的来说中规中矩吧，没啥大的特色。然后说一下这个风挡，这个风挡的话，目前出现了一个情况，在转速4、5千转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共振，这个风挡会产生一点异响。初步判断呢是这个塑料件，因为我的绿色的车和那个奥擎黑色的车，它这个塑料件的软硬度不一样，应该是这个塑料注塑时候产生的问题吧。已经反映，希望优化。另外就是这个风挡，反馈之后希望能加长2到3厘米，因为现在使用下来感觉这个风挡作用不大，风全吹在那个头盔上边，然后头盔往后移，造成一个头盔糊脸这么一个效果。然后呢是这个后视镜，后视镜的话内可调，然后在4000转左右就会形成一个水波纹，就看东西比较模糊。转速到8000以上，后视镜很抖，就抖的就看不清后边是啥，只能看到后边有个东西。目前解决方案呢是这个，通过往后视镜这么一掰，紧这2个螺丝，紧完之后呢效果不错，但是我希望这个应该不是它装配问题吧？如果是装配问题的话，肯定得再优化一下这个装配，那就是后视镜没有上紧。紧接着是这个前脸这个眉灯，这个造型呢看个人喜好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眉灯。接下来是这个大灯近光灯的这个铺路效果和亮度非常好，属于是不说国产天花板吧 T1级别，但这个远光灯我真的接受不了。远光灯属于高射炮，就晚上用来看那个灯牌、路牌啥的，还不错。但你要晚上在这个国道或者高速骑行的话，远光灯可以说几乎没什么用。定风翼的话，和现在各大车厂造型大差不差，也就这样，中规中矩，没啥特别的。但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定风翼，它的这个硬度挺高。就我们现场活动那天，就有个人发生摔车，摔车之后定风翼没坏，但是定风翼把这个板子给顶坏了。定风翼质量应该是非常 OK 的。再来说一下这个前挡泥，这个前挡泥的话中规中矩，不会像675那样发生甩泥甩到从3星上面甩到人的身上啊。我特别关注过这个问题。唯一值得说的就是挡泥前边有个这么一个标志，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建议如果能做成一个 logo 或者啥的，可以换一换，或者直接不要这么个东西，意义不明的玩意儿，可以换成一个字母 Z， 对吧？代表张雪机车。它现在这个图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说一下左右这2块边板，造型方面没有啥大问题。这一块有点像那个鲨鱼鳍个人比较喜欢。
然后它这个板子呢是一块套一块，这样的好处呢是整体性会比较好，不会发生什么异响这一类的情况，装配也比较到位。然后可以看到里边板子固定方式都用了这个减震垫，还有螺丝、卡扣来固定。但是这样坏处呢，就是你可能要维修或者啥的情况下，你就只能整个板子就是一层套一层，俄罗斯套娃一样，然后全拆，拆的只剩一个车架。